8月21号，新加坡某报刊发了一篇看似非常学术客观的报道。这篇文章引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面的一篇科研论文。报道声称，中国大规模的发展太阳能光伏，虽然有助于减碳，但因为部分光伏项目占用了耕地和草地，可能导致当地的鸟类多样性下降。中国新能源迎来了所谓的绿色困境。大家品一品这个标题和调性啊！中国光伏发展导致鸟类消失，新能源带来了生态灾难。结果这篇报道一出来啊，评论区瞬间就炸开了锅。还没有等那些公知和键盘侠开始发挥呢，一位硬核网友直接在评论区甩出一句神回复。这位网友呢是这么说的：哎呀，既然你们这种媒体这么关心鸟类，那你们这种神奇品种的鸟类多出来几个，不就瞬间丰富了生物多样性吗？这条评论呢，在短短几个小时里被点赞最多了，网友们直呼通体舒畅啊！大家为什么对这句话产生这么强烈的共鸣啊？因为大家苦某些外媒这种拿放大镜给中国挑刺儿，戴着有色眼镜玩阴阳怪气的手法，真的已经苦之久矣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扒一扒某报是怎么用断章取义的阴阳笔法，把一篇建设性的科研报告歪曲成抹黑工具的呀。咱们先还原事实真相看看人家科研团队到底研究了啥。这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第一作者呢是中国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张慧明教授团队。人家这个研究可不是凭空捏造的，团队整合了从2014年到2023年整整9年时间里，中国2344个县的光伏政策、鸟类观测数据以及土地利用等多元大数据。研究发现光伏政策强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当地鸟类的香农多样性指数平均下降了 2.1%。各位，大家看清楚这个数字是 2.1%， 不是 21%， 更不是什么鸟类灭绝鸟类消失这就好比呢，你去这个医院做个体检，医生看了报告跟你说，兄弟你最近这个肉吃多了，血脂呢比标准值高了 2.1%， 平时呢多吃点蔬菜了芹菜，多走跑步就好了。结果第二天媒体的头版头条大字报登出来，惊爆某男子身体指标全面恶化，陷入了严重的健康危机，命不久矣。这不就是纯纯的造谣和断章取义吗？人家张慧明教授团队在论文里写的清清楚楚本研究的核心目的绝对不是要放缓或者阻碍可再生能源的转型，而是为了让未来的太阳能开发能够更充分、更科学的去考虑生态保护因素。说白了，咱们中国的科学家正在做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发现发展中的小瑕疵，提出优化建议，推动农光互补、屋顶光伏等更环保的方案，让中国的新能源走得更稳更远。结果到了外媒嘴里，科学家提出的改进建议直接被他们偷换概念变成了中国新能源破坏生态的铁证。这种拿着放大镜挑错把小瑕疵放成大罪名的操作，就是典型抹黑中国的报道套路。更可笑的是某报在报道里极其巧妙地隐瞒了这篇论文里一个最关键的结论。张慧明教授的研究里明确指出，光伏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抑制性。啥意思呢？大白话就是在东部水网密布植被茂盛的地区搞集中式光伏，确实呢要小心影响鸟类。但是在中国的3北地区，在那些广袤无垠的沙漠、戈壁、荒漠，简称沙戈荒地区，由于原生植被本身就极其的稀疏，光伏建设对当地鸟类和生态的影响几乎为零，甚至起到了巨大的正面生态的修复作用。而恰恰是这些沙戈荒地区，才是咱们中国国家级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绝对主战场。某报为什么不敢在标题里提沙戈荒为什么不敢提中国光伏在沙漠里的生态奇迹呢？因为一旦提了他们苦心孤诣立起来的中国光伏破坏生态的假靶子就会在瞬间崩塌。咱们来看看中国工人在库布齐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边缘搞的光伏基地到底有多震撼在西方媒体的幻想里，光伏板铺在地上就是工业污染，但是在中国的沙漠里，光伏板直接成了救命的神器。大家想想，沙漠里最缺的是什么？缺水
为什么缺水？因为这个太阳直射暴晒，水分蒸发的太快了，根本就存不住水分。当咱们把数以百万计的光伏板铺在沙漠上之后，奇迹发生了呀！光伏板遮挡了强烈的阳光直射，板下风速降低了50%，水分蒸发量直接暴跌了30%到40%。晚上温度降低，光伏板凝结冷凝水，每天清洗光伏板的水流到沙漠里，板下面原本干涸死寂的沙地，竟然奇迹般的长出了嫩绿的小草。植被恢复之后呢，土地开始板结，沙漠变成绿洲。草长高了怎么办？草太高呢，会遮挡光伏板发电。中国人民展现了惊人的智慧啊！咱们直接在光伏板下面养羊。各位，这就是名震全球的光伏羊。成千上万只大肥羊在光伏板下面悠闲的吃草避暑，羊群的粪便又成了土壤的绝佳有机肥，草越长越茂盛，土壤越来越肥沃。那随着草起来了，羊多起来了，老鹰啊、百灵鸟、野兔、狐狸等各种野生动物和鸟类开始成群结队的重新迁徙回到了这片原本是生命禁区的沙漠里。中国光伏哪里是在破坏鸟类多样性啊？中国光伏分明是在用硬核科技把死寂的黄沙硬生生改造成了野生动物和鸟类的避难所。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绿色生态奇迹，外媒视而不见，却死盯着东部某个县2.1%的数据波动搞大批判，这不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那聊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小懒，这新加坡的媒体还有西方的某些机构，为什么这几年突然跟中国的光伏啊、风电、电动汽车过不去了呢？他们以前不是天天喊着要减碳环保吗？各位，把这背后的产业战和地缘博弈看透了，你就会发现啊，这件事极其讽刺。当年西方国家喊着减碳、碳达峰、环保喊得最响亮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手里面握着先进的天然气轮机、核电技术和高昂的绿色碳交易定价权。他们本来想用碳排放这把枷锁，彻底锁死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他们觉得啊，你中国人想要发展，你就得买我的高价清洁能源设备，你就得向我缴纳昂贵的碳关税。结果呢，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啊，中国人把减碳这件事当真了，而且呢，咱们不仅当真了啊，还直接把光伏发电的成本在过去10年里给打爆掉了90%以上。如今的全球光伏市场是个什么格局呢？全球80%以上的光伏硅片、电池片组件，全部都是中国制造。欧洲买的光伏板90%来自于中国。美欧曾经吹嘘的那些光伏企业啊，在中国的绝对成本和技术优势面前，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破产。当西方发现自己在光伏、风电、锂电池这新3样领域彻底落后，正面竞争根本打不过中国的时候，他们的态度瞬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美国呢，开始挥舞着关税大棒，高喊中国光伏产能过剩；欧洲开始搞所谓的反补贴调查，而那些依附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媒体啊，就开始在所谓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领域挑刺儿。他们打不过你的产品啊，就开始给你的产品扣道德帽子。哎，你的光伏板太便宜了，肯定是破坏了环境啊！你的光伏板占了地，导致鸟类不开心了。你的风电叶片太大了，会撞到飞过的鸟。各位，这套逻辑熟悉不啊？这就好比2个人在擂台上比武啊，一个人苦练10年打出了绝对优势，结果对面打不过啊，突然躺在地上抱头大喊：裁判，他出拳风太快了，把旁边的苍蝇给刮飞了，他伤害了小动物，取消他的比赛资格。这是何等的荒谬，何等的双标啊！咱们再来算一笔实实在在的硬核大账啊！那根据官方权威数据统计，截止到2024年，中国所有光伏项目的占地面积加起来大约是4520平方公里。4520平方公里听起来好像挺大的啊，但咱们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呀，光伏占地的面积占全国总国土面积的比例连5/1000都不到。而咱们中国规划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到2060年，让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占到全国能源结构的近1半，用不到5/1000的土地去支撑一个14亿人口大国将近1半的清洁能源供给，每年减少数十亿吨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这笔账放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无论怎么算啊，都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壮举啊！
咱们退一万步讲，难道不搞光伏，鸟类就没有威胁了吗？中国农田用了几十年的农药和化肥，过去几十年官方报告里白纸黑字写着农田鸟类种群密度下降，怎么不见科学杂志天天登头条呢？怎么不见联合早报天天跟踪报道呢？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极寒极热极端天气频发，湿地干涸，对全球几千种鸟类栖息地的毁灭性打击，比几块光伏板带来的局部影响大出了多少个数量级啊！全世界所有鸟类专家都公认全球气候变化才是当前鸟类和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死亡威胁。而中国呢，正在全力推进的能源转型，恰恰是在从根本上拯救这个地球，拯救所有鸟类的未来。用转型过程中一个局部微小且正在被不断修复的 2.1% 的影响，去彻底否定整个中国新能源转型的伟大意义，这种媒体逻辑本身就是对环保2个字最大的讽刺和侮辱呀！各位，面对外媒这种拿着放大镜给中国挑刺的姿态，根本就不需要慌乱，因为咱们自己最清楚发展中的问题从来都是只能在发展中去解决。中国光伏产业在快速奔跑的过程中，有没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呢？当然有啊。对于怎么不占良田，对鸟类飞行路线怎么进行 AI 避让，这些问题中国的科研人员早就已经在攻坚和落地了。咱们不仅在做，而且做的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快都好。那些坐在空调房里啃着西方资助天天靠写文章抹黑中国新能源的舆论小丑，既造不出一块高效率的光伏板，也拯救不了一只在暴风雨中流离失所的飞鸟。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互联网上掀起一阵又一阵无病呻吟的阴风。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